欢迎来到凯蒂斯的象棋占卜。Hello，又到了凯蒂斯象棋占卜的时间喽！哇，今天的题目啊，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好奇，很想赶快知道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的大众占卜的主题就是我的暗恋会有好结果吗？暗恋这件事情呢，你是不是觉得既甜蜜又煎熬？很想赶快告诉他我多么的喜欢他，然后让我们一个好的结果，又很怕如果我跟他讲之后，我们连朋友都当不成，心里有很多的猜测跟期待。那今天透过象棋占卜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的暗恋是不是会开花结果哦，来开始选择你的卦象，在心中默想一下，我的暗恋会不会有好结果？我的暗恋会不会有好结果？然后从这下面这3个卦象中选择其中一个 A、B、C。哇，在开始说明之前啊，我要非常感谢你观看这次的大众占卜哦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因为这次啊是针对大众进行的占卜，所以内容是为了连接更多的朋友们，是不具备个人的针对性哦。如果你在观看中啊，有发现有一些地方跟你的实际的状况是很契合的，那就是很棒的参考依据。但是如果有某些地方呢，跟你的情况不是那么的相符，那我觉得保持理性啊，选择跟自己有关的部分去理解就可以了哦。哇，如果你看完之后啊，还是有一些疑惑啊跟困惑无法解决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大众占卜本来就是不能覆盖所有的人的具体情形。如果啊，你想更针对自己个人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，或者希望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现状啊，还有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到我们的官方 LINE， 我就会结合你的实际情形，给出更准确啊，还有更有针对性的答案跟分析哦，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揭晓咯，我们来看看选择 A 的朋友会是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选择 A 的朋友是什么样的。哇，选择 A 的朋友啊，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爱情还有那种回避型恋爱的感觉，你们对彼此都有一种很喜欢的感觉，但是迟迟都不敢真正靠近哦。这种很像心动又害怕靠近的心情，你应该很有共鸣吧？每次想靠近啊，你心中就会开始想说，有一个声音一直提醒你，万一被拒绝了，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呢？所以你们之间的互动啊，彼此之间都是那种小心翼翼，很克制，是还蛮虐的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让关系出现了裂痕。其实对方也是有一点害怕的，可能他感觉到你的一点一点退缩，导致他也是不敢主动表达的感情的。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蛮被动的，然后这种两个人啊，互相试探啊，互相退缩的情形，我觉得最终会让彼此都感觉到困扰哦，因为你们的爱情进展就会很停滞不前，然后波纹不深哦。那可能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让你们聚少离多啊，比如说还有价值观不同啊，生活背景差异大啊，或者是他忙着其他的事情，或者是你们是异地恋。那其实这是爱情中很常见的挑战哦。如果你不勇敢的踏出那一步，你们永远不知道真正的结果是如何啊。所以呀，不要让恐惧主导你的行动哦。爱情真的是一场冒险，当你敢于表达自己的心意，那个结果啊才会明朗啊，才会很清楚结果是如何。我觉得套用一下那个张爱玲说的，遇见你
就是我最美丽的意外。暗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哦，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啊而错失了这段可能的美好缘分。如果你现在正期待一种好结果，那我觉得从这个卦象里面的建议就是勇敢一点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糟糕的情形啊，是有可能不会发生的。好结果不一定是对方马上答应，有时候主动打破这层的暧昧啊，勇敢的表白，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啊。即使他没有马上给你想要的答案，也可能可以让你在这段感情中成长，并且获得内心的一种释放跟勇气。加油好吗？勇敢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选择 B 的朋友。选择 B 的朋友啊，我觉得你跟暗恋对象的关系感觉有点像，权力型的那种恋爱。表面上看起来你们的爱情啊，就像那个偶像剧中的天作之合，大家都很看好哦，连身边的朋友都在嗑你们的 CP，觉得你们真的很匹配。不过啊，我觉得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在这段关系里面，你有多少的压力哦。因为对方看起来很像是那种能力很强、超级厉害的人，然后总是能够轻松达到各种目标，而且外表也很不错吧。然后呢，也是一个很有擅长能力可以达到他想要的人。他在你身边啊，你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，或者是你总是要迎合他的想法。然后他有时候会表现出来，啊，反正你又不知道啊，你又不懂啊，总是告诉你说听他的就对了，反正你不懂嘛。那这种时候啊，你就会不自觉的产生了一种情绪上的压力，在他面前，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啊，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，让你们的关系感情一直有点卡住。那这种关系呀，会让你觉得在这段感情中，你的地位好像稍微低了一点，仿佛你必须要追随他的步伐，然后无法有自己的任何空间跟声音哦。久而久之，我觉得这会导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紧绷，甚至可能影响最终是否能够在一起哦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好好试着去调整你们之间的平衡。在爱情的世界里啊，本来就没有一种说你地位比较高哦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地位比较低，那不是一个竞技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去彼此支持跟成长的关系。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失去了自我，或许你可能需要让他知道你的感受哦。爱情是需要互相理解的，你的声音呢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结果，我觉得在这里的建议是，你要试图摆脱这种追随者的心态哦。你好好的找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平衡点。好结果并不表示说你们一定会成为情侣，而是你能够在这段感情中学会了一种自信，还有掌控感，不再让自己压抑。如果呢，你能够平等的对待这段感情，而不是总是感觉在追赶他，然后你们的关系啊，我觉得会有更多正面的可能性哦。那以上是选择 B 的朋友的状态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选择 C 的朋友。选择 C 的朋友啊，我觉得你的
你跟暗恋的对象情况有一点，其实你都希望他可以照着你的方式走这种恋爱。虽然你们之间的关系啊，很可能发展成一段稳定的感情哦，但是你内心有很多的想法，似乎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的期望来行动。这种控制欲的状态啊，让他感觉到其实是有一点压力的。他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符合你的标准，然后因为你的期望啊，跟你的要求其实还挺多的哈，还是挺严格的哦。那对方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啊，不敢随便表达自己哦。虽然其实他感觉是一个很幽默啊、风趣的人，但是他变得反而不敢表达自己，甚至会开始退缩，不太想跟你互动。因为感觉在你面前，他只能是被要求的那一个。那这种情况呢，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哦，让你很伤神，开始焦虑啊、烦躁啊，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好像停滞不前，甚至感到无力。我觉得这种有点像控制型的恋爱，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有一点点的困难。尤其是当对方觉得自己总是被你压制，无法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这段感情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啊。我觉得，这里给你的建议可能就是学会放手哦。爱情不是那么多的控制哦，不需要。就像曾经有一个爱情博主说的，真正的爱啊，是要让对方成为最好的自己，而不是成为你心中理想的模样。我觉得爱情很美好的部分就是彼此之间的包容啊、成长，试着放下你的控制欲，我们给彼此更多的自由的空间，你会发现呢，那个爱情流动的更顺畅，也更自然哦。然后我觉得你不要去想说有什么美好的告白场景啊，有什么美好的完美的未来啊，现实通常没有那么多理想，对方也可能因为你的高期待感到不安，害怕无法完成你的要求，反而让你们的感情啊就这样停滞着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结果，我觉得可以试着放松一点，减少对对方的控制跟期望，让爱情流动的更加自然。其实爱情本来就不是剧本，没有一个什么最完美的剧本，你不能总是期待着对方按照你的剧本来演。当你放下了控制啊，让彼此之间有更多的自由跟空间，你们的感情才会变得更轻松愉快哦，你才更有机会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。那这就是选择 C 的朋友。最后呢，我觉得啊，在暗恋啊，我觉得暗恋真的是很美好的感觉，是一种很美好啊，然后也充满挑战的一种状态。它随时都可能让人家心动啊，让人家期待啊，然后但是也同时带给你一些不确定跟焦虑，对吧？无论你的恋爱啊、暗恋啊，最终结果如何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学会在这段感情中成长，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啊，然后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节奏。哇！以上呢3个奇卦就为您解说到这里。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试着找到自己，然后呢，勇敢的踏出那一步。那凯蒂斯在这边祝福大家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要记得文字是有它的能量的，请记得要留言你的选项，让这个链接啊更加紧密，才能够更准确哦。赶快留言哦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管是占卜问世、前世今生，或一生只能占卜一次的大命盘，都欢迎利用我们的预约系统，跟老师预约1对1的占卜包厢。